行动24届的独苗苗齐三妹闪亮登场了。齐三妹坐在插满玫瑰的粉色大宝座上，既可爱又仪式感拉满。而且齐三妹真不愧是虫洞养猪场出品，和哥哥姐姐们长得简直是一个样。特别是像爱姐小时候，更有细心的网友发现，齐三妹的嘴巴上也有一点点绛唇，都在猜测她是不是蔓越莓的崽。如果是真的，虫洞6个姐妹花，蔓越莓直接谈了仨。而且还在大顺友和武顺丁丁基本上退出繁育，6顺梁月刚开始参加繁育的情况下，也得亏蔓越莓今年生病休息了，要不然不知道会不会梁月也要跟他谈。这架势是想把虫洞给包圆了，估计是奶成看了媚珠的百天庆，眼馋的一晚上都没合眼。这不都没等到齐三妹百天，刚满3个月就爆出来晒娃了。齐三妹还现场玩了滑滑梯，小趴趴熊的模样真的可爱呆了。虫洞与长龙每天都晒娃不同，即便是齐三妹只比媚珠小了10天，截止目前也只在奶成的镜头里零星的出镜过几次。今天也是齐三妹第一次公开亮相，本来大家还都期待她的6姨也能带来好消息，生个凉面凉粉凉虾来和齐三妹作伴。如今看梁月的状态，恐怕她从中心带回来的只有粮草。齐三妹的妈妈是4顺好奇，好奇带娃大家都有所耳闻吧，她3姐忙仔带娃在她面前都算温柔的。当年她带齐真气宝石，那可真叫军训式带娃，别人家是娃废妈，她家是妈废娃。齐真在她的面前只有抱头的份，丝毫没有还手的机会。而且好奇还喜欢玩孩子背妈妈的游戏，真怕她200大几十斤的体重把娃压的都不长个头了。但目前齐三妹的新手保护期还没过，上个月好奇过生日，即便是外场有美味的大蛋糕和熊猫们都喜欢的雪，而好奇因为担心宝宝自己在家，刚吃了一会就起身喊奶成开门回家带娃了。在美食面前，好奇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宝宝。果然母爱的伟大真的不分物种，所以很想知道好奇今年的带娃方式是像2姐2顺那样温柔式的，还是像3姐忙仔那样辣妈式的呢？曾经名震一时的熊猫圈4大美熊梅兰竹菊，如今过的那是一个比一个好，也因此被称为熊猫圈的4大贵妃。梅青现在生活在长隆野生动物园，以挑食脾气大著称。梅贵妃已经挑食到哪种程度，就连竹子中的爱马仕黄金竹她都不吃了，闻一闻就丢掉，骂骂咧咧，像是在质问奶爸是不是拿刀切大蒜，真是一股子味儿。而且梅贵妃性格火爆，不仅经常可以在梅贵妃的脸上看到不屑的表情，如果饲养员加餐来晚了，梅贵妃就会非常生气，一脸的不悦，还扒动着前掌，一副要捶人的架势。但梅贵妃虽然脾气暴躁，却特别宠孩子。她的妖女国庆绝对是圈养大熊猫中吃母乳最久的一只，那是硬生生的吃到了3岁半呀。但尽管如此，梅青也没有驱赶她，最后还是饲养员担心梅青身体吃不消，才进行干预让母女分开。国庆也因此哭了5天5夜。兰香如今生活在重庆动物园，兰贵妃虽然脾气挺好，但却特别知道如何享受生活。坐月子时就有3个保姆伺候，一个负责按摩，一个负责扶娃，一个负责包水，就连舔娃都只是舔2口就望向奶成，像是在质问奶成难道不帮他舔吗？奶成也在社交平台吐槽说，我真是服了，一天天的也不知道带娃，每天都浪到半夜才回家。而且虫洞尊重了兰香的婚恋自由，因为兰香看上了比自己小6岁的武阳，那是硬生生的等到武阳上繁育场，那时兰香都已经14岁了，才和武阳生下一对爱情的结晶女宝玉贝。而且兰贵妃只生了2胎就风度养老了。竹韵如今生活在苏州太湖国家湿地公园，是著名话痨男神金虎的妈妈整活小王子林岩的外婆。也许是因为竹韵是野2代，打小就身体强壮脾气暴躁，小时候欺负同班同学，长大了欺负相亲对象，唯一他打不过的就是那个3条腿的戴笠大叔了。如今22岁的竹韵被养得白白胖胖，一脸奶乎乎的像个宝宝。而且竹贵妃极具喜剧天赋，即便一把年纪还经常整活，也难怪她的儿孙个个搞笑，真是一家子欢乐喜剧熊呀。菊笑如今生活在长隆动物园，共育有2胎5崽，是世界首例全部成活的圈养大熊猫3胞胎萌帅酷的妈妈。可能是带3胎实在太累，菊贵妃自12岁生育了3胞胎后，便开始风度享受生活了。如今饲养员还会给菊贵妃量身定制盆盆奶补充营养。不得不说，梅兰竹菊4大美熊真的活成了令人羡慕的模样。果然艺术都是源于生活。星星晨晨应该是熊猫圈感情最好的一对兄弟了。弟弟晨晨是个歌宝熊，他绝对不允许哥哥在他的视线之外，就算吃饭的时候都要痴痴地盯着哥哥，眼神里满是自豪感，像是在说这是我的哥哥哟，嘿嘿，你们没有吧？
而哥哥星星是个宠弟狂魔，任由弟弟怎么折腾也都不生气。两兄弟每天黏糊在一起，举止亲密的程度宛如热恋期的情侣，更是有很多诸如亲亲抱抱背背举高高等如此多令人误会的动作。晨晨这个哥宝熊，就连吃个竹子都要躺进哥哥的怀里，而星星还真就由着他。有时候晨晨躺在木架上懒得动，哥哥还会主动拿来竹子给弟弟分享。虽然陈儿珠有些懒，但脑袋瓜子却很好使。如果大晨晨奶爸把吃的放进蜂笼里，陈儿珠就会想方设法取出来给哥哥吃，不管是在麻袋里还是在竹筒里都难不倒他。而星星也是无下限的宠溺弟弟，晨晨想越狱，星星就会化身弟弟越狱的垫脚石，拖着屁股搂着腰，生怕他的好弟弟摔倒。而当调皮的蹿天辰爬上房顶拆家时，走地心害怕弟弟有危险，站在木架上疯狂示意弟弟下来，把星星急得都快要说话了。最后还是大晨晨奶爸拿来梯子，折腾了半天才把晨晨解救下来。但这哥俩偶尔也打一打架。这天晨晨趴在木架上贱兮兮的挑逗哥哥，没劲想被哥哥一个大逼斗扇在了鼻子上。晨晨的鼻子那是一个溜酸啊，捂着鼻子一脸的不相信自己亲爱的哥哥会真打他。还有一次兄弟俩互相聊架，奶爸就把他们分开了一会儿，让晨晨出外场，星星留在内舍。谁竟想找不见哥哥的晨晨都快发疯了，急得满院子找哥哥。大晨晨奶爸看见后赶紧把星星放出来，找到哥哥后的晨晨一直抱着哥哥贴贴，那是真的是一会都不能和哥哥分开啊。由此可见，等着兄弟俩真的要分开的时候，晨晨肯定比国庆断奶哭得更久。你是不是天天欺负弟弟妹妹啊？你是不是天天欺负弟弟妹妹？你这只会欺负弟弟妹妹的小家伙叫芝麻，他还有一个双胞胎哥哥叫芝士，因为他俩出生在4月份，比其他小熊友要大3、4个月，把他们兄弟俩和其他小熊同框对比，他俩就仿佛是两只庞然大物。这兄弟俩经常放着好好的路不走，仗着自己体型大，偏偏要从弟弟妹妹的身上压过去。芝麻和芝士的妈妈是芝芝，芝芝是闪川混血，长相也很霸气，也因此被称作芝芝大佬。他们俩还有一个弟弟，就是那个整天忙着揉面打糕榨果汁的春生，因为一家子都是武力值爆表，所以也被称为战神家族。其实小时候芝士比芝麻更淘气，弟弟芝麻每天忙着睡觉长身体，而哥哥芝士从小就热衷撩妹，路都还不会走的时候，就孤勇着去找珍惜妹妹，孤勇到跟前就开始狂吸，那是从头吸到脚啊。没奶妈看不下去，还会帮妹妹欺负回来，会把妹妹放在芝士身上让她背着。有时候两兄弟太闹腾了，也会被放进篮筐里，但芝士偶尔也会帮奶爸奶妈分忧，担起大哥哥的责任，推着篮筐哄弟弟妹妹睡觉。弟弟芝麻小时候有段黑历史，因为总是吃吃睡睡导致体重超标。有一天奶妈抱着芝麻去称体重，结果刚把芝麻放进称重的篮筐，体重秤就滴滴叫提示超重。旁边的奶爸让奶妈拿掉篮筐再试试，结果奶妈取下篮筐直接放在秤上，还是超重。此时芝麻张大嘴巴挥舞着小手，像是在说就知道拍拍拍，熊熊我就不要面子的嘛。同样是幼儿园的霸王，芝麻芝士可不像美兰大姐的那一双儿女，小时候有多浪，长大后被揍的就有多惨。人家芝麻和芝士兄弟俩可是从小到大都是称王称霸，当然这亲兄弟俩也没少干架。小时候芝麻打不过芝士，长大了芝士打不过芝麻，芝麻还是成都大运会的真熊版吉祥物。如今芝麻生活在都江堰基地，特别喜欢泡澡，但他如今300斤的体格子和他的名字多少有些格格不入。